前段时间有警察要调取这个监控，打算看他这个画面，但是进去调取的时候，却发现这个监控早就看不到了。水房东就把我喊了过来，看下能不能把它修好。走吧，看看它是怎么坏的。进来这灯有点偏闪，这灯泡不太好。监控装在这里，我这边就等房东拿那显示器过来，看他是什么情况。拿了吗？哎，显示器接上去后，果然所有的监控都没了。那就去通道管里面看看是什么情况。通道管理，网络不可达，摄头是10网段的，看下录像机。系统配置，网络配置，这不对了。现在录像机和摄头不在同个网段，3个摄头都是110网段，然而这录像机却是1网段，那应该是网段不同导致了摄头断开。所以我这里就尝试自动获取试下，看它现在能获取到哪个网段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录像机自动获取还是1网段，考虑修改3个摄头比较麻烦，所以这边我就手动把录像机改成110网段，看一下这样摄头能不能恢复。这边我就把录像机改成了110网段，但是我返回去看，画面还是没有恢复过来，那应该是线路的问题了。你这种应该是线路的问题了。线路啊？对，你这种线路问题了，我得找一下线路。因为上次上面弄了，然后没有接好。不好说，看到这条线接到哪的。这边我顺着录像机，发现它是接到一个路由器上的。那这个路由器使用一条线，肯定有一条是接到 PO 交换机上的，所以这边我就准备捋下线路。那时候我还以为这条线就是主线，但是我一路顺着它，发现它是接到这个弱电箱里面的。我很清楚这个弱电箱并没有 PO 交换机，所以我就放弃了这条线，排除掉录像机和刚才那条线，那么只剩下这2条线了。后面我顺着这灰色线就找到了交换器。在这里看到了。我看了交换机的灯，发现4个灯都是亮的，那没理由收不到摄像头啊。当时我就怀疑是不是这路由器有问题了，所以我就把线给拔了，打算跳过路由器直接插录像机上，看它这样监控能不能正常。哪成想到了这里，貌似就发现了摄像头找不到的原因。喂，这录像机被拔了，刚才有没有插上去？被拔了。刚才有没有插上去啊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也没动吧，是不是被拔了？我不知道刚才是我动掉了，还是它本来就被拔的。我都不懂。插回去试试。插回去试试。我印象中我没拔。对啊，我印象中我也没拔到。现在试一下看它能不能收到。一线添加。可能就是把网线拔了是吧？对呀，我都没。才没连上网。对呀，这样好了。晕了。我都没留意。神了。所以它一直显示无网络。那你这个什么时候拔的？我查一下记录。9月份的时候。这么久啊？好久的了。那时候我就手机没办法看了。我看那录像是什么时候停止的，可以看得到的。回放。12月份没有录像，11月没有，10月没有，9月没有。9月应该有。哦，勾选，要勾选，搞错了。勾选一下，重新来。12月、1月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5。怎么都没录上？我儿子那天好像删掉了。删掉干嘛？
他弄的时候，他说那群满了，他就删了。他说是不是那群满了什么的，所以他就删了。但是我那手机不是那时候有连接的吗？它是显示9月份9月好像20多号开始就没有了。哦，还真的删了。对，他删了。这边小胡得说下，硬盘满了它会自动覆盖的，没必要去删除录像。当时我回来的时候还在纳闷，为什么当时网线被拔了，我居然没有发现。但是我后面回去看了素材，却发现网线并没有被拔掉，一开始网线就是接到录像机上的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之后我就再也没动过网线了，直到我找到了交换机，打算接录像机上的时候，就看到网线变成了这样子。这期间只有我和房东在场，而且全程都是录像的。但是我回去看了好几遍录像，我全程就再也没有碰过这线了，更别说拔它了。那想必是我拉扯其他网线的时候导致它松动了。但是这样就有一点无法解释了，水银头一旦接上去，你是怎么扯都扯不下来的，除非你按住它的弹片你才能扯下来。不过当时已经修好了，就没有在意这事，也认为这事就结束了。但房东有2套监控系统，这套监控有3个看不到了。当时我过去排查，其中一个是电源坏了，我给他换了新电源就修好了，这个镜头我就一笔带过了。但是另外2个坏的监控就让我觉得这事不太简单。喂，你这个也是被拔了啊？你这个怎么会被拔？电都不见了。那个茶没有了吗？对啊，你这电都没了。那个插头也没在上面了吗？对啊。总之3个监控有2个监控电源莫名其妙的不见了。房东也问过他们家里面的人，并没有人动过这些监控，所以我就感觉这水银头脱落并不是偶然，估计是有人拔了又把它接了回去，但是并没有完全接回去，所以我碰其他线的时候它就脱落了。当然也希望这是我多想了，我给它换了新电源就搞定了。好了，本期维修就到这里了。这期主要讲7类水银头如何接地，还有这种特殊水银头的打法。这种水银头在平常还是比较少见的，它不光配件多的离谱，价格也是非常的高。在打之前，我还是先讲下6类线，因为6类线多了这么个十字骨。正因为这十字骨的存在，导致很多小伙伴们把水银头打成了这样，所以我觉得这里还是有必要讲下的。好了，开始吧。我们先用牙线钳给网线剥下皮，剥完皮后，我就要准备处理这十字骨了。其实这十字骨它是可以抽出来的，这里我用画笔给它做个记号。接下来我就给大伙示范下吧。大伙看到没有？这十字骨被抽出来了很多。接下来就拿剪刀尽可能的把这十字骨给剪掉。剪完以后，我们就把网线给拉直，然后像我这样抓住网线往上抽。抽完后你就发现这一节十字骨它就缩进去了。这样的话，打6类线和5类线就没有任何的区别了。网线的顺序为白橙橙、白绿蓝、白蓝绿、白棕棕。线都摆整齐后，就用牙线钳把多余的给剪掉，然后再把它套入水银头。这样的话，一个6类水银头就给做好了。怎么样？打的还算标准吧？接下来就到7类线了，一样是用牙线钳给它剥皮。剥完皮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外面那层金属编织网了。这层编织网就接着关键，我们得把它捋下来，一会儿再处理。然后接着就把里面那层屏蔽锡纸全部解开。都解完后就开始排线了。排线的顺序和5类、6类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这里我就跳过了。主要注意的是7类网线实在太粗了，我们要斜了剪开，不然的话这骨架就不太好上。骨架是从左到右一根一根的进，上完之后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们再拿水银头对比一下，如果觉得长度不适合，那么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。调整完毕后，那么就用剪刀把多余的网线给剪掉，接着就可以上主体水银头了。上完主体水银头，我们就要处理这层金属编织网了。我们尽可能的把金属编织网往后捋，然后拧成一团。我现在只是大概示范一下，我这水银头打的没那么标准，我就不重新打了。接下来我们就用后面的燕尾夹把这层编织网给包进去。弄得差不多后就准备压水银头了。这里我得说一下，
一般的压线钳还压不了7类水晶头，但是我这把可以压5类、6类以及7类。现在这压线钳它是5类、6类模式，所以我要把它换成7类模式。我把螺丝拧到下面就变成了7类模式，现在这个模式就可以压7类水晶头了。这是一把很不错的压线钳，如果小伙伴们有需要的话，可以考虑入手一把。压完后，我们就把水晶头放到这个卡槽上，再压下燕尾夹，就这样一个7类水晶头就可以做好了。我用同样的方法在另一头也打了水晶头，接下来我就验证下它到底有没有接地成功。我用电笔接到燕尾夹上，然后大伙注意看我的手，我另一只手触碰水晶头，电笔它就响，这就表示2个水晶头已经被金属编织网连接在一起了。接下来我就要把它接上交换机，让大伙更直观看到它是如何接地的。现在我的手只要碰到交换机的地线，电笔它就会响，这就证明水晶头和地线是互通的。尽管我这边再增加一个插排，它仍旧是互通的。如果你家没有电笔的话，其实巡视仪也可以测出它有没有接地。我们对线的时候注意看这句号灯，如果它亮了，那么就代表地线是通的。接下来就到这种分体式水晶头打法了，它总共有5个配件，这5个配件上的顺序还是有讲究的。我们先拿水晶护套套住网线，接着这个叫做固线夹，我们用它和水晶护套镶嵌在一起，镶嵌完毕后就可以给网线剥皮了。这个叫做分线器，它是用来插十字骨中间的，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它凸起来这个位置必须是绿色的那组网线，不然的话这水晶头就打不成了。所以你上这个分线器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。分线器上完后，我们就开始排线了。网线的颜色顺序和其他水晶头一样，所以这里我就跳过了。把多余的网线剪后，我们就要上这个固线器了。这固线器和7类的固线器还不一样，它是分正反两面的，但是我手机拍的不是那么清楚，不过你套反了也上不上去，我这里顺嘴一提就行了。套上去以后，就尽可能的把固线器往下推，让它和分线器挨在一起，挨完以后就压线钳把多余的网线给剪掉。最后这一步就可以上主体水晶头了。推完以后就可以上之前那个固线夹了，我们一样是把固线夹尽可能的往里面推，不过这种情况一般用手是推不动的，所以我们还得用到这么一个压接工具。我们把水晶头放到压接工具里面，这样的话很轻松的就把固线夹给压进去了。这里我已经压完了，但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水晶头还不是免压的，所以还是得用压线钳压那么一下。这样的话，一个分体式水晶头才算是制作完成。能看到这里的都是过来学习的，所以这里我也讲一下网络面板的打法。面板它和水晶头一样，分 A 类和 B 类打法，但现在普遍都是 B 类了。比如现在 B 类1号颜色是白橙，所以我们需要找到白橙的网线，然后把网线放进去，摁那么一下。它现在2号颜色是橙色，那么我们再找到橙色放进去，摁那么一下，以此类推，一个网络面板就很轻松的打完了。当你学完这些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入了这行。工具方面，我还是比较推荐这把压线钳的。如果你刚入行的话，那么大可以考虑入手一把。好了，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伙一路观看。